你知道灶神在最开始的时候是什么形象吗？是一个让大部分女生看了都会尖叫的形象。你知道是什么吗？大家好，我是博正。那今天简单的分享《道界百仙》这本书里边的一些内容。那在我们传统的认知里边呢，好像玉皇大帝是这个天界的主宰，那他的就是最高的神明。那其实不是这样的，按照这个道界的这个划分，那可以大致划分为三清、六御以及三官大帝等等。三清其实指的是这个神明，就是道界最高的三个神明所居住的地方是三处圣境啊，他们分别是玉清圣境、上清真境、太清仙境。那分别也是代指了这三个清，也叫三清。那这三清呢，分别是这个元始天尊、灵宝天尊和道德天尊。那这个道德天尊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太上老君。那这个元始天尊呢，是道界当中的最高神明。三清之下呢，有四御，也就是这个护法神。那其中呢，就包括我们一直以为是天界第一的玉皇大帝，那还有这个紫薇大帝、南极大帝以及后土皇帝旗。那这四个加起来呢，叫做四御。那再加上这个天皇大帝以及清华大帝呢，又叫做六御。下面简单说一下四御。那四御第一个就是玉皇大帝。玉皇大帝他的全称是非常长的，那他的全称是昊天精确无上至尊自然妙有弥罗至真玉皇上帝，简称玉皇大帝。确实太长了。那虽然他这个法力无边啊，但是呢他是居于三清之下的，他掌管36天72福地。那再就是这个紫薇大帝，紫薇大帝其实就是指的北极，那然后是南极大帝，南极大帝是这个德木元君的次子。那因为这个德木元君是孕育了9个儿子的，那长子呢是天皇大帝，那次子呢就是紫薇大帝。那这个剩下的7个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北斗七星。然后说这个南极大帝，南极大帝其实就是指南极仙翁，也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寿星，他其实出身不凡的，他是这个元始天尊的长子，所以呢他感觉到这个人间有这个生老病死的这种苦楚嘛，就想保护大家，解救大家啊，所以呢他就向这个元始天尊呢去讨教了要解救众生的这个法术。那元始天尊知道以后呢，就传授了他一个秘籍，那这个秘籍的名字就叫做高上神霄玉清真长生护命秘法。那所以呢到后来呢，他就成为了人间这个解救众生啊，保护众生长寿的这个守护的神明呢啊，所以呢现在一提的南极仙翁呢，也就是长寿的代名词。四御的最后一个呢是后土皇帝旗，那她是主宰山川大地的女性神。那因为大家经常说到这个天公地母，天公地母，天公呢指的是玉皇大帝，那地母呢就是指的后土皇帝旗。然后说王母娘娘，那在很多影视剧当中啊，王母娘娘呢通常是一种雍容华贵的皇后的形象出现的，那人们呢就想当然的以为王母娘娘和玉皇大帝呢是夫妻关系，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其实他们没有直接的关系。那王母娘娘呢又叫做西王母，她最开始的形象呢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那是经历了3次大的变迁以后才成为现在这种雍容华贵的形象。其实最开始王母娘娘也就是西王母的形象呢是半人半兽的。那在这个《山海经》里边有这样一段记载啊，说的是这个西王母呢其状如人啊，豹尾虎齿，善枭，蓬发戴胜。那意思就是说它长得像人，半人半兽的，然后呢它有豹子的尾巴，老虎的牙齿啊，善于吼叫，那头发上呢戴了一些装饰品，那都是最开始的这种半人半兽的形象。那到后来经过文人的修饰以后呢，在这个《穆天子传》里边啊，他的形象呢已经变成了一个雍容华贵的，可以和这个帝王对酒赋诗的这种女王形象了。那再到后来呢，他又拥有了这个长生不老药啊，以及蟠桃，再加上这个后羿向他请求这个长生不老药，那被这个嫦娥偷吃奔月的故事啊等等的加持以后呢，在古代的民间呢，人们呢就把这个西王母，也就是王母娘娘呢，看成了这个长生不死的这个象征。
然后讲三官大帝，我们经常听见说天官赐福，那我们就想当然的认为啊，这个天官呢就是天上的神明，那要祈求神明的赐福，那指的是一个统称，感觉是一种统称的概念。其实这个天官赐福里面，这个天官是三官大帝的其中一个，那这个三官呢就是指的天官、地官以及水官。那我们通常说的天官赐福，那还有这个地官赦罪以及水官解厄，所以呢它就象征了替人间呢赐福、赦罪、解厄的这些种种功能，这就是三官大帝。三官大帝的来历呢，其实有一个传说啊，据有关的记者说呢，在很久以前嘛，就是有一个叫做陈子寿的这么一个美男子，当然我也不知道是有多美哈，或者是帅到炸裂还是怎样的，但是呢龙王的3个女儿呢都非常的爱慕他，而且呢也嫁给了他。那婚后呢，他们这3个妻子呢分别呢都生了一个儿子，那个个都法力无边啊，所以呢这个元始天尊呢就给这3个孩子呢按照长幼的顺序，那分为了3个大帝，那分别就是我们知道的上元1品天官赐福大帝，中元2品地官赦罪大帝，下元3品水官解厄大帝。那这3个大帝，就是说这3个大帝呢就是天官、地官、水官，又与我们这个3元节结合起来了，也就是我们的上元节、中元节以及下元节，那也就是以他们的这个诞辰嘛来结合的，也就是正月15是天官的诞辰，那也就是上元节，那这个7月15是这个地官的诞辰，也就是中元节，那这个10月15呢是水官的诞辰，那也就是下元节，所以呢这个三官大帝呢也叫做这个三元大帝。然后说一个关于金童玉女解救人间的传说，那相传在很久以前呢，这个玉皇大帝呢是非常喜欢这种冰清玉洁、银装素裹的那种感觉的，所以呢他就把人间呢搞得冰天雪地的那种感，然后呢就是百姓呢很冷嘛，不能劳动，不能种地，不能生产啊，百姓是苦不堪言。那但是呢在天界呢有一对这个非常善良的这个金童玉女，他们看在眼里呢，是记在心里的，那他们就决定了下界呢帮助人间。所以呢在这个金童的诞辰日这一天，因为在这个天界的规定呢，说的是在天界的神仙在他诞辰日的那一天呢是可以下界游玩1天的，所以呢金童呢就在他诞辰的那一天呢，就是正月15下到人间来帮助人们消除冰雪，恢复生产。那自然呢人间呢也就慢慢的恢复生产了，出现了勃勃的生机。但是呢这一切都被玉皇大帝看见了，心说谁敢违抗我的意志，对吧？非常的恼火，非常的愤怒，所以呢他就决定呢在第2年春回大地，也就是正月15的时候呢，就派天兵下去烧光人间。那这个消息呢被这个玉女听见了，所以呢玉女呢就赶紧在她的诞辰日的那一天呢下界到人界把这个消息呢告诉了这个金童以及百姓，那大家商量一个对策。金童玉女的对策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在正月15这一天呢把这个灯笼，就是红的灯笼呢高高的挂起来，挂得越多越好。那再就是燃放烟花爆竹，以此呢造成一种假象，就是人间自己就燃起来了，就烧起来了，那以此呢来迷惑这个天兵和玉皇大帝。那迷惑他们以后呢，玉皇大帝没有必要再这个发兵来烧了。那果不其然，在这个正月15这一天呢，人们呢就按照这个金童玉女的安排高高的挂起了这个红灯笼，然后呢长时间的燃放这个烟花爆竹，那造成了这个红光冲天烟雾弥漫，就像是起了大火一样。那这个时候呢，这个玉皇大帝往人间一看呢，怎么人界自己就烧起来了那就没有必要再派兵去多此一举再烧一次了，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就此作罢。那以此呢人界呢就免遭了不幸。那所以呢发展到后来就是在这个元宵节这一天呢，比如说挂灯笼点花灯就是燃放烟花爆竹呢，就逐渐的形成了一种风俗习惯。
其他道教的神仙，比如说八仙、财神、门神等等这一些呢，大家耳熟能详啊，我就不分享了。那这里只提一点，就是出乎很多人意料的一点，就是灶神。那就像我片头说的那样，灶神最开始的形象，它不是人的形象啊，是让很多女生看了会尖叫的形象。猜一下，是蟑螂，没错，就是蟑螂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古人呢，把这个蟑螂呢视为神物，而且蟑螂呢经常出现在一些有食物残渣的地方啊，比如说厨房里边啊，人家就觉得，哎，这个是不是个神明，是个神物啊？这是不是保佑我的这个衣食住行方方面面啊？把它想成这个了，所以呢就把它崇拜为灶神了。所以呢，灶神最开始的形象是蟑螂。以上呢就是我关于《道界百仙》这本书一个简单的分享。那如果你有其他相关的内容呢，也可以留言告诉我。那本期视频就这样了，下次见，拜拜。